人的意志究竟有多强大？他足以从精神上击垮对手。日军的集中营里，长官逼迫一名战俘把木桩举过头顶。男人双腿不停地颤抖，但始终在坚持。他并不是怕死，而是在维护自己被践踏的尊严。他叫路易，年少时是个调皮的熊孩子，小年纪就偷大人的酒喝，还经常躲在座位下偷看女孩裙底。被人发现后，他熟练地翻过栏杆，迅速逃跑。凭着自己有长跑的天赋，每次干完坏事都没人能抓住他。哥哥劝他加入田径队，而路易一口就拒绝了。哥哥对他说道 ：“You can take it, you can make it. All right, you train, you fight, way harder than those other guys, and you win. You get out from under them, or you keep going the way you're going, and you end up as a bum in the streets.” 在哥哥的劝说下，路易答应了。天才就是1%的天赋加上99%的汗水。路易一次次超越对手，不断的刷新纪录。2年后，成为美国最快的高中生。由于表现出众，路易被邀选参加柏林奥运会。临走前，哥哥再次叮嘱他 ：“Louis, a moment of pain is worth a lifetime of glory.” 但在奥运会上高手如云，路易明显跑得很吃力，家人们都为他紧捏一把汗。可就在最后一圈时，他突然爆发出惊人的速度，超越了一个个的对手，直接刷新了美国当时的长跑纪录。所有人都在为他欢呼。这一年他才20岁，未来本是一片光明。可偏偏这时2战突然爆发，奥运会被迫取消，路易成了一名投弹手。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飞机突然出现故障，直接坠落海中。好在路易和2名战友存活了下来。3人爬上救生筏，搜出仅剩的所有食物，精准地计算每天的用量，希望能撑到有人来救援的那一天。但到了第7天，食物不仅吃光，连救援队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他们几乎感到绝望。而就在这时，一只海鸥停落在救生筏上，路易死死抓住海鸥，本以为可以饱餐一顿，可这海鸥的肉实在太腥，3人刚吃几口就全吐了出来。他们便想到用海鸥肉来钓鱼，也成功钓上来一只。3人暂时填饱了肚子，在之后的日子里，运气好的话，他们还能抓到鲨鱼。但不久后，一名战友最终没能挺住，他们将他推进海里，看着他渐渐沉没。就在2人心如死灰的时候，一艘轮船的影子将他们遮住。人在没有食物的海上能坚持多久？这是2人在海上漂流的第47天。突然，一艘轮船的影子将他们遮住，本以为是希望，却不知这是噩梦的开始。2人被日军抓了起来。经过一段非人的折磨后，将他们直接送往战俘营。这里的长官是个细皮嫩肉的小伙，被俗称为战俘梦魇的男人，他叫渡边，是个十分变态的恶魔。路易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就遭到一顿毒打。第2天，渡边得知路易是国家运动员，他便命令让路易和自己手下赛跑。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他还没跑完就摔倒在地。但渡边不管那么多，拿起棍子对着他就是一顿毒打。战友们心疼地看着路易，但又无可奈何。随着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渡边也变得越来越残暴，经常会无缘无故地毒打路易。这天，几位军官突然请路易吃了一顿大餐。原来他们得知路易是国家运动员后，便想让他在电报上读出他们的稿子，以此来打压美军的士气。如果答应，就能每天过上这种生活，并且可以永远离开战俘营。但路易一口拒绝了，他宁可回到战俘营面对渡边，也不愿意背叛自己的国家。接着他被送回战俘营，看到路易回来，渡边喜出望外，然后对着他说 ：“You are like me. We are both strong. I saw it in your eyes the first day.” 他命令每个战俘都上来打路易一拳，如果有人下不去手，他就会殴打旁边的伤员。为了战友的生命安全，路易大声吼道：“战俘们只好朝他脸上打去。身体的疼痛并不能摧垮他的意志，但路易还是被打倒在地。旁边的日军就会把他架起来，让他继续挨打，直到太阳落山，这场泯灭人性的活动才结束。路易知道，只有活到日军战败那天，才是对渡边最大的报复。怀着信念和对家人的思念，他坚持了一天又一天。这天，渡边主动找到路易来告别，说自己明天就要被调到别的地方。路易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这个恶魔终于走了。没过多久，战火烧到了战俘营。就在他们认为快要重获自由时，日军却将他们转移到北方的战俘营。这里天寒地冻，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工作会更加辛苦，而这里的长官才是最可怕的。路易只是看了一眼就差点瘫倒在地。这是日本北部的一处煤矿，一群战俘等待着长官的训话。当路易看到长官时，被吓得差点瘫倒在地。是渡边，这个让他噩梦萦绕的男人又来了。这一次，路易选择闭上眼睛，但渡边却说 ：“Why don't you look me in the eye？”
随着日军不断战败，渡边不得不通过折磨战俘来宣泄心中的怒火。在他的折磨下，每天都会有人死亡。这天，路易工作时被士兵从高处推下，直接将他的腿摔成骨折。旁边的战友看到也无能为力，只能选择沉默。看着一瘸一拐还在工作的路易，渡边并没打算放过他。他命令士兵将路易带到面前，让他抱起旁边的木桩举在肩上。他只能拼命地抱起木桩，慢慢地站起身来。If he drops it, shoot it. 这一次，渡边想要彻底摧毁他的意志。他的双脚不停颤抖，坚持了很久。周围的战友都停下工作，为他加油。渡边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他不知道这个男人究竟拥有多大的意志。但对路易而言，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屈服。他上前狠狠地打着路易。渡边输了，他输得很彻底。不管怎样的摧残路易，他始终都未屈服过。不久后，日军传来战败的消息，所有战俘被赶到水里洗澡。看着周围拿枪的士兵，每个人都明白自己要被处决了。突然，空中传来轰鸣声，是美军的战斗机。战争结束了，他们所有人获救了。路易回到祖国，他亲吻了家乡的土地，与家人们紧紧相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叫路易斯·赞佩里尼，他靠着坚不可摧的意志，熬过700多个被囚禁的日夜，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一直坚持到了2战结束。最后，因为信仰，他放下了仇恨，选择了宽恕。他来到日本，想见见渡边，向他表示宽恕和谅解，但渡边却不愿与他相见。之后，80岁的路易再次来到日本，作为火炬手参加奥运会，这个曾经让他极度仇视的国家。如今，他也面带微笑地对着孩子们招手。他用钢铁般的意志书写了自己的传奇，只要毅力足够强大，他也能坚不可摧。今天就到这，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为你带来更多精彩电影。